果你是97克的白面包，搭配实验组是60克的加上白面包，发现这个实验组它的这个血糖还有胰岛素水平都会变得比较好。平常你有没有逛全联的经验？在我家附近就有一间全联，只有几百公尺。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全联里面有哪一些食物对血糖调控是有帮助。这集不是业配，所以看完今天的影片，你还是要自己努力的去全联找这些食物，或者是去其他地方哦。第一个食物是黑巧克力，不知道你多久没有收到黑巧克力了？别怕，自己买来，自己的爱情自己顾，吃完容光焕发，保证大家都爱上。为什么党友可以摄取黑巧克力呢？其实因为黑巧克力当中有可可多酚，它有抗氧化跟清除体内自由基的效果，对三高都有帮助。而且可可多酚它可以保护神经细胞，所以促进大脑的健康。那另外，如果你常常觉得很容易肚子饿，你与其去吃一碗冰，不如来吃一点黑巧克力，因为黑巧克力当中有咖啡因，可以抑制食欲。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吃黑巧克力呢？建议糖友可以在饭前食用，因为饭前食用，像我们刚刚说的，它可以抑制食欲可以预防血糖的上升。那一天要吃多少黑巧克力？如果你吃的黑巧克力是大于70%，你一天吃40克。巧克力的浓度越高，就很苦，就没有很好吃。所以我买77%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 OK。好，所以一天40克，大概是1片左右。那其实它的热量就是244大卡，所以大家如果有在体重控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一下吃太多黑巧克力。那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橄榄油，其实橄榄油最好要用特级冷压初榨橄榄油，它的温度在做的过程中是控制在27度以下，那它的这些酸是控制在0.8以下，这样的一个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太多的精制。那其实我手上这罐不是这罐是纯橄榄油。那如果比纯橄榄油更不好的，就是那些泡做起来，其实它营养成分就相对更低但是它的发烟点又更高也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更耐高温常常会用在一些比较廉价的餐厅。那橄榄油有什么好处？就可以富含油酸那还有抗氧化的成分，帮助我们来降低进食的量。一般我们煮菜的家里的发烟点其实大概到180度左右，那橄榄油的发烟点可以到190度所以你煮东西用橄榄油基本上很安全。那橄榄油该怎么保存呢？基本上我们如果没有开封，我们就是放在阴凉处所以你看这种油品罐子都是有一个颜色那我们如果开封了，如果是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可以赶快使用。那你如果不小心放到过期，我们还是可以吃啦只是它的营养价值基本上大幅下降如果肠胃比较不好的，也不建议吃但是橄榄油还算安全。不要小看葡萄干全世界的研究很多，认为它有70%的果糖，那它可以帮助消化有花青素抗发炎、抗衰老的作用。那为什么葡萄干这么被推崇呢？在研究当中就发现说，你如果摄取50克的葡萄糖，跟74克的葡萄干相比，你摄取葡萄干你饭后的这个血糖其实它还会比葡萄糖组还要更低。那另外一个研究他们是让他们吃面包，吃108克的面包，那另外一组它是吃69克的葡萄干。也就是说，它的碳水化合物是一样，结果比较起来，还是吃葡萄干的这种血糖以及胰岛素的反应会比面包还要更低那如果你是吃零食，一天吃300大卡，比如说一片起司蛋糕一包洋芋片一个披萨，另外这个吃葡萄干的大概是84克左右，两组相比怎么样？还是吃葡萄干，它的血糖是比较低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你与其要去喝饮料或者是你要吃披萨，不如来吃葡萄干。而且刚刚的实验还有一个惊人的效果，就是吃葡萄干这一组，它的收缩压也比较低。其实低 GI 的食物有很多，包含苹果、芭乐、莲雾、奇异果、柳丁。为什么今天跟大家推荐奇异果？因为奇异果能够助眠高医师之前拍过助眠的影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睡得好，血糖波动就会小睡不好，血糖就容易波动。那这一个实验这些受试者分成3组，一个是饭前30分钟吃奇异果，然后吃主食；另外一个是同时吃奇异果跟主食，好像很奇怪。最后一组是饭后再吃奇异果，结果呢发现说，饭前吃奇异果的，它的血糖波动是最小，
那饭后吃，它的血糖波动则是最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一些动物实验认为说，这个奇异果可能可以降低葡萄糖在体内的扩散。那下一个问题来了，奇异果到底该吃绿色的还是黄色？那研究发现说，绿色奇异果它的 GI 值大概39，黄色是49，所以黄色真的是比较甜，但是它们都属于低 GI 的水果。外国的研究还发现说，如果这个奇异果我们把它萃取出来，还可以治疗糖尿病足因为奇异果它的热量不会很高。我们看这个图表就知道，奇异果不管你是哪一个品种，它的热量都在底下。那上面就是吃葡萄糖水它的热量，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奇异果很不错，又可以补充维他命 C， 又可以助眠呐。这个就是我们的坚果。那不晓得大家知道哪一种坚果它是外国人？那因为是腰果，因为它是外国人因为它歪歪的啦。那坚果当中，我们今天特别要谈的其实不是腰果，腰果也很健康。我们要来谈的是杏仁那杏仁在过去很多研究发现说，它如果跟单纯吃面包的相比，如果你是97克的白面包，搭配实验组是60克的杏仁加上白面包，发现这个实验组它的这个血糖还有胰岛素水平都会变得比较好。而且呢，它还可以减少血清蛋白的氧化压力，所以它还有抗氧化的成分。那如果你不是吃白面包，你是吃淀粉，像我们亚洲人吃淀粉，但是你在实验之前有搭配杏仁，搭配28克杏仁，发现说你的这个餐后血糖其实还是可以下降30%，所以杏仁对于餐后的血糖其实是有帮助所以你如果吃面包不知道配什么，不妨来配点杏仁。他这个研究就是他想要研究说地中海饮食如果搭配像是坚果或是这些油品，还来跟这个低脂饮食，也就是说它食物不是很油腻的相比，有什么好处？结果就发现说，如果你是使用地中海饮食然后你搭配不管是坚果还是橄榄油，而且它橄榄油1个礼拜用到1公升，那坚果只是1天用到30克，所以它的量其实是非常多。像我现在手中拿这个是360克所以等于1天就要吃掉这一罐的大概1/10所以这个量很多。做出来发现说，对于这种第2型糖尿病的病人可以预防他心血管疾病的产生或是他一些中风的发生，可以降低30%到50%。那另外一个研究者是发现，吃这2个东西其实还可以降低糖尿病造成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最后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明天见，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吃下去就是明天的厕所见。这个东西叫做金针菇。那金针菇当中有钾跟锌钾对血压的调控也有帮助那锌也是一个对血糖控制很好的成分为什么？它可以帮助胰岛素原转化成胰岛素。那我们怎么样吃这个金针菇？我们其实要汆烫一下或者是说你在冷水中泡1到2个小时。因为它里面有秋水仙碱有时候直接吃下去，第一个容易中毒，有可能造成你的肠胃的不舒服。我们要介绍这个奇亚籽、亚麻籽，它其实有很多的用途，比如说你可以放在饭里面或是你可以打果汁。那有一个研究他们就是去研究一群人，他就是吃50克的葡萄糖，那他要看他吃完葡萄糖这个血糖会飙高多少。那另外一组则是吃25克磨碎的奇亚籽，或者是31.5克的亚麻籽，然后测试完之后发现他们餐后的血糖都比较低。那跟亚麻籽相比奇亚籽还可以明显降低它的这个血糖的高峰值，而且呢可以延长觉得饱饱的感觉。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影片那我们今天影片不是业配，所以希望大家看完这影片，如果想要买，也可以到附近的杂货店，不一定要是什么联来购买，并且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食物，你觉得你最想要先尝试哪一个呢？1奇异果，2橄榄油，3奇亚籽。喜乐喜奶是良药，每周六晚上7点，高医师说，我们下次见，拜拜。